我是天下第一美人，但实在无脑。我入宫为妃，大臣弹劾我。陛下，他是红颜祸。我摘下面纱，看向大臣，大臣呆住了。他是红颜祸，我乐个神颜啊！臣提议封她为皇后。古人云相由心生，娘娘能长成这样，人一定也不错的。柳妃老在我面前整绿茶那死厨，我看着不爽，一脚将她踹进水里。柳妃的哥哥柳少将军大怒，气势汹汹，提剑入宫，瞪着我。就是你踢我妹妹？我告诉你，我转身，少年将军顿时愣住，耳尖泛红，声音都变佳了。您若是喜欢踢人，踢我也可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楚两国争霸，齐国国君齐慎输了一场战役，要向楚国进献美人。我就是这个美人。我出发去楚国前，长乐郡主来送我，他凑到我耳边，你知道吗？去楚国当人质，九死一生。本来呢，要去楚国的人是我，但齐慎哥哥让你替了我。他得意地笑，如何？你千辛万苦陪着齐慎哥哥当上国君，他却只爱我一个。自始至终，你都只是齐慎哥哥的一条狗。我是天下第一美人，但实在无脑。他叽叽咕咕半天，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。于是我娇羞的掩口，用粉拳捶他。狗，谢谢，我确实喜欢这种 play。长乐郡主顿时僵住了，他气急败坏，差点失了礼仪，我了半天都没说出话来，最后拂袖而去。丞相带着文武百官来城门口给我送行，他嘱咐我，您这次去一定要勾引楚国国君楚萧，做尽妖妃姿态，明白吗？我点点头，如冷玉般的指尖拈起一杯酒，喝了一口，开始给他展示我的妖妃姿态。好喝到晃吱悠了呀，人家打了一个小奶嗝。丞相震撼哽咽，他没有责备我，反而红着脸开口，您实在抽象，但因为脸长得太美，所以抽象起来，反而别有一番风味，令人沉迷心醉。这何尝不是一种很新的妖妃？在文武百官的送别下，我出发了。所有人都在城门口送我，只有国君齐慎没有来。他为什么没有来？难道是生气了？为什么他会生气呢？难道是因为我上次搅黄了宫宴？但我也不是故意的啊。那次宫宴，好多人呆呆看着我的脸，想对我献殷勤，我一直没理会。可谁知我和身边的贵女交谈，我说我很喜欢小狗，这话恰好被礼部尚书听见了。于是一把年纪的礼部尚书冲到后厨，纵身一跃，用嘴叼住了红烧肉的碟子，里面的红烧肉汁一点没洒。他欢欢喜喜地跑回我身边，把红烧肉放在了我面前，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我，撅着屁股左摇右摆，嘴里发出呜汪呜汪之声，讨要奖励。他这样，全宴会的人都知道我喜欢狗了。然后他们就争相去后厨，用嘴叼盘子给我，然后挤来挤去的跪在我面前，汪狂叫。宫宴就这样被毁掉了。齐慎一向高冷，却硬生生被气笑了。难道他现在还在生气吗？真够小气的。我把我的思考说给王嬷嬷，她摸了摸我的头。叶青姑娘，陛下让您代替长乐郡主去楚国，不是因为生气，而是因为他爱长乐郡主，舍不得郡主离开，于是用天下第一美人的您代替长乐郡主。我也许听懂了，也许没有，只觉得心口有点痛。王嬷嬷握住我的手，您现在的任务是想办法在楚国活下来。楚国国君楚萧年少成王，冷血轻狂，杀伐果断，不爱美色，您一定要小心。楚萧果然不爱美色，从来不宠幸后宫。我入宫3个月了，都没见过他。日子无聊，我便悄悄在宫里隐秘处养了鸡，平时没事就斗鸡。这天晚上，我从寝宫里悄悄溜出去喂鸡，却看到一个人浑身是血，晕倒在路边。我定睛一看，不由惊呼，这也太帅了。月光下，他的侧颜染血，凌乱的黑发散在脸侧，眉眼锋锐凌厉，轮廓的每一处转折都利落精致。我吭哧吭哧扶起他，放到我的鸡窝旁，光是给他包扎伤口，就用尽了我毕生所学的知识。快天明时，他才醒来。我凑上去，你醒了？他顿了顿，笑着看我，眼底却一片冰冷。我并不知道他正反手握着剑。
是姑娘救了我？是我。不过我不是姑娘，我是叶飞。他目光敏锐，很快发现了手里的拿着的书册。他眯起眼睛，神情很是冰冷，纵使迟钝如我，也感觉到了几分危险的杀气。他读出了书册封面上的字：妖妃祸国计划，这是何意？哎呀，说到这个我就来劲。我一屁股坐到他身边，打开书册，一只硕大的鸟映入眼帘。我得意洋洋，和他炫耀：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本宫自己想出来的，当妖妃祸害楚国的计划。第一步呢，就是烤了这只鸟。为何？这只鸟呢，是楚国的吉祥鸟，我烤了这只吉祥鸟，楚国就不吉祥了，楚国不吉祥了，就会完蛋。而且这个计划没那么简单。哦，这个计划其实可以一箭双雕，因为本宫一直爱吃烤鸟，这样本宫既祸了国，又吃了烧烤，两全其美，你可明白？他看起来像是受到了某种震撼。我明白了。我给他看妖妃祸国计划的第2页，上面写了我用来鼓励自己的口号。我大声诵读：诞生于1996，梦想做妖妃领袖，悠悠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看向我的眼神中杀气褪去，甚至多了几分怜爱，还有几分关怀。他转身就要离开，我赶紧拉住他的衣摆，慌乱间差点摔倒。他一把扶住我，即使有伤在身，手臂依旧稳健而有力。我仰脸看着他：你以后还会来这里吗？他似笑非笑，低头看我：你很无聊？我点点头。这狗屁皇宫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我以后会常常在这里喂鸡，如果你明天能来，我就把我的鸡介绍给你。怎么样？他顿了顿，似乎想拒绝，但是下一秒，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手腕上，那里缠着绷带，绷带被系成一个歪歪扭扭的蝴蝶结。他最后说了好。第2天，我让帅哥看我养胖的3只鸡，得意洋洋。从左到右评价一下。他面无表情开口：1. 清蒸，2. 红烧红焖，3. 油炸。我吓得立刻护住鸡们：你小子油盐全进是吧？这鸡不是用来吃的。我吹了个口哨：吉星高照，神武轰天，暴龙大将军。一只鸡出列 ，QQNEINEI， 好吃到咩扑鸡。一只鸡出列，我大方地拍了拍它。还有一只，你来取名。他眼角抽了抽：我不。好，我不。一只鸡出列，我愉快地遛鸡，他懒散地躺在树下，侧脸俊美如神奇，长腿交叠，抱臂问我：你的计划如何了？当上妖妃了吗？我有点苦恼。其实还没有，一是因为鸟太难抓，二是因为楚萧还没和我上床。他呼吸一滞，连表情都僵住了，似乎不敢相信我就这样水灵灵地说出来了。我贴心地补充：是这样的，我看古代那些妖妃都是要和国君上床的，如果国君楚萧不和我上床，那我就当不成妖妃。这怎么能行？不知为何，他从脖子红到耳尖。闭嘴，不许说这种话。好吧。过了一会，他冷静下来，淡声问我：你为什么一定要当妖妃呢？其实在齐国的时候，我也问过丞相这个问题。丞相，为什么我要去楚国当妖妃呢？叶姑娘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你就为齐国做了贡献，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，就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。丞相，我不懂。叶姑娘，因为这样的话，陛下会开心。丞相，我懂了。咱们啥时候出发？我回答帅哥：因为我当了妖妃，慎哥哥会开心。他挑起一边眉毛：慎哥哥，齐国国君齐慎。我点点头，开始给他讲我和齐慎的故事。第一次见到齐慎时，我7岁，正被人按在屠夫的案板上。那时是乱世，闹饥荒，人吃人很常见。滚水烧开的热气扑到我脸上，屠夫的刀尖在我身上比比划划。下一秒，一道银芒闪过，我身上的绳子断为几节。我抬头就看到了齐慎，他眉目冷厉，瞳孔接近纯黑，看人时冷淡无比，很少带有情绪。他骑在高头大马上，白衣玉带，银龙暗绣，
烈烈风里。那时他还不是国君，而是最小的五皇子，最受宠爱，万千荣耀集于一身。数十人拥簇着他，他如神明一般耀眼。我灰头土脸，连滚带爬，拉住他垂下来的衣摆。哥哥，哥哥，你带我走吧，我很勤快，我会为你做很多事。齐慎那年10岁，他冷淡地垂眸看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，草民名叫叶青。哪个青？我爹说我是赔钱货，所以是倾家荡产的倾。不对。他语气有点不耐烦。我被吓坏了，呆呆看着他。他用白玉剑鞘点了点我的肩，语气是冷冷的嚣张。你爹是蠢猪，他说的不对，应该是倾国倾城的倾，你给本王记好了。我愣愣看着他，他真是天底下最好、最厉害、最帅气的人。那天7岁的我下定了一生的决心，那就是我会一直追随齐慎，直到我死。从那以后，齐慎就一直将我带在身边。我14岁这年，齐慎17岁，当时的国君猝然离世，正是争夺皇位的时候。齐慎唯一的阻碍是三皇子。三皇子势大，眼看齐慎就要落败。谋士为齐慎献计：殿下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叶姑娘容色天下无双，您若让她前去勾引三皇子，趁机下毒，胜算很大。齐慎没有说话。谋士皱眉：殿下，您养着叶姑娘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？那日我对您说，此女长大后必是绝色，您现在救她，以后她就是您最好用的一把刀，您才会救她，养她。这么多年了，这把刀也该用了。谋士苦口婆心：殿下，您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长乐郡主着想啊。他一直支持您夺嫡，您若得不到皇位，三皇子登基，他的性命可就保不住了。长乐郡主小时候就过齐慎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是齐慎的白月光。提到他，齐慎的神情都变得温柔。齐慎和谋士来找我的时候，侍女们正和我开玩笑，他们知道我喜欢齐慎，总爱和我打趣。阿青，现在外面这么乱，估计又要闹饥荒，如果真的闹饥荒，殿下没饭吃，你要怎么办？我毫不犹豫：殿下可以吃阿青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齐慎瞳孔微缩，僵硬地站在原地。谋士大喜：殿下，他经历过躺在案板上被人吃的恐惧，竟还能为了您说这样的话，臣看他对您绝对忠心，一定愿意为您勾引三皇子。齐慎沉默了很久很久，再开口却不是回答谋士，而是警告侍女。他警告侍女以后不许和我开这样的玩笑，而后便离开了。齐慎最终没有用那个计策。1个月过去，三皇子派兵围住齐慎的府邸，他身负重伤，九死一生，我将他从死人堆里背了出来，我们开始逃亡。齐慎流亡，和部下失散，只有我跟在他身边。他伤得很重，整日昏迷，我去酒楼里捡生菜，去街上乞讨，换一点吃的回来给他。有一次，连续3天我都没找到吃的，齐慎又发起了高烧。我闭上眼，拿起刀，割下腿上的一块肉，熬了肉汤，灌给昏迷的他。他喝完之后，慢慢好转。我们撑了一段时间，终于，齐慎的部下找到了他。齐慎带领旧部杀回皇城，我也帮了好多忙呢。有一次，我在战场上摘下面纱，对面的副将呆呆看着我，我美到窒息，他忘了呼吸，然后就死了。最激烈的那一场战役，齐慎不让我去，我一板一眼地说，我小时候打过雪仗，也算浴血奋战过，我可以上战场。我还没说完，营帐里的大家就都笑得前仰后合。不过最后我还是混进了战场，然后替齐慎挡下了直冲他心口的暗器。我好痛好痛，齐慎抱着我，他一向冷静，此时手却有点颤抖。阿青，你怎么会在这？我说，我担心你，就射手射脚的混进来了。小翠边哭边纠正我，小姐，是蹑手蹑脚。可这段太丢人，还是不讲了。总之，那天我们赢了，齐慎当上了国君。他当上国君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将长乐郡主接进宫，准备封他为后。宫中上下都在准备长乐郡主的封后大典，很是热闹。长乐郡主来找我聊天，聊着聊着，她突然将手放在了燃烧的火烛上。
他的手心顿时一片焦黑，肉都烤糊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你要自己烤自己吃？大馋丫头真是饿了。他却尖叫起来，叶青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他的侍女顿时冒出来，扶住了他，指着我的鼻尖，急得眼泪都流出来。叶姑娘，我们郡主自小体弱多病，就算你嫉妒她，也不能这样伤她啊。在赏花的将军夫人也赶来，这是怎么了？郡主没事吧？侍女急忙和她告状，夫人，叶姑娘竟然将我家小姐的手摁在火烛上。将军夫人义正言辞看我，叶姑娘，你放肆！你怎么能？我抬眼看她，我没有。将军夫人呆呆看着我的脸，叶姑娘言之有理，所言极是。我就知道你没有。退一万步讲，郡主难道就没有错吗？对了，叶姑娘，你性别卡得死不死？可喜欢百合？有时间可以去我府上坐坐。我长乐郡主的脸气成猪肝色，连嘴唇都在颤抖。她的侍女急得跳脚，不是，夫人，你……今日皇上和几个近臣在后花园议事，听到动静，丞相来了后花园，为何在此喧哗？郡主顿时变脸，哭得梨花带雨，仿佛有人对她祖坟使用了移山铲。我正和叶姑娘说话，可她突然将我的手摁在火烛上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好疼。丞相皱起眉，叶姑娘，你也太无法无天了，胆敢以下犯上，伤害郡主。我说我没有。丞相说可有证据？我说没有证据。他转身和我四目相对，既然没有证据，胡说。谁说没有证据的？叶姑娘这张脸就是证据。丞相看着我，情绪激动。他长成这样，他能撒谎吗？天杀的，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无辜的。郡主，你为何这样污蔑别人？郡主的脸扭曲了，狠狠瞪着我，气得咬紧牙关，好像马上就要去了。告状的侍女大为震撼，我得发。齐慎走来，身后跟着一众大臣。郡主不再说话，只低头泪流。我急忙辩解，我没有烧他，是他自己把手放在火烛上。齐慎没有理我，他站在郡主面前，俯下身检查了郡主的手，然后立刻传太医。我拉住他的衣角，真的不是我。齐慎冷冷甩开我一个踉跄，差点摔成狗吃屎。要到后来我才知道，在齐慎心里，蠢与坏是一体两面。像我这种蠢人，坏一点也很正常。他用龙袍的袖口给郡主擦泪，我站在一旁，难堪又尴尬。大臣们和将军夫人七嘴八舌为我说话，他就是烧着玩而已。叶姑娘一定是有苦衷的，我看此事另有隐情。将军夫人连连安慰我，叶姑娘没事的，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经常不小心把她的手点着。齐慎的眼神很冷，看向所有为我说话的人。再说一句，诛九族。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故事讲到这里，我有点想哭。帅哥懒洋洋地晒着太阳，声音很散漫。齐慎和那个晦气郡主，他们在欺负你，我帮你杀了他们，怎么样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他眼底有冰冷的笑影。你想想，我把刀架在郡主的脖子上，然后呢，你就居高临下，趾高气扬问他，还烧不烧了？说，还烧不烧了？然后呢，郡主就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对你磕头，不烧了不烧了，我下贱我下贱，这你不得开心死。我去，这个场景确实很有诱惑力，但是我想了想，还是摇摇头。虽然这逼我是真想装，但是我还是不喜欢杀人，每次一杀人一打仗，我就没饭吃，那些老百姓也没饭吃。哦，那个什么齐慎，你还喜欢他吗？我也问自己，我还喜欢他吗？那天郡主受了惊，她自小体弱多病，这次病得格外重，便托侍女给齐慎写了封遗书。陛下，自那日后，臣女身体受惊，实在痛苦，恐命不久矣，望陛下以大局为重，勿要挂怀。齐慎用尽天下珍稀药材，网罗天下名医为他治病，就连和楚国的战役都没有上心，被楚萧轻易打败。打了败仗，按规矩要献上珍宝和美人。本来
楚国要的美人是齐慎最心爱的长乐郡主，但齐慎让使臣和楚国谈判，说我们有天下第一的美人叶青，愿意用她替代长乐郡主。我就这样被送走。离开齐国那天，我觉得心口很痛，再也不要喜欢齐慎了。我回过神来，看着帅哥，齐慎触碰到了我的逆鳞，我再也不喜欢他了。我还是比较喜欢你，我觉得你很帅气。他愣住了，红了耳尖。什么乱七八糟的话，吵死了，给本王安静。本王，原来你是楚萧啊。那好办了，走啊，我们去上床。今日邀妃一。叶青，你和朕之前见过的女人都不一样。我娇羞的揉发梢，讨厌了。哪不一样？他说他们脑子都正常。楚萧很支持我的邀妃事业，我考了吉祥鸟，他也毫不在意。有御史弹劾我，陛下，叶妃娘娘是红颜祸。我抬头看向那个御史，御史，红颜祸，我乐个神颜啊。楚萧坐在龙椅上问他，爱卿，刚刚要说什么？御史拎起弹劾我的奏章就吃了下去。臣提议册封叶妃娘娘为皇后，古人云相由心生，娘娘能长成这样，人一定也不错的。有臣子呆呆看着我的脸说，臣附议。而且叶妃娘娘还会呼吸，就真的很加分嘞。她还会走路，更哇塞耶！一代贤后。楚萧说，客观的，正确的，一针见血的。就这样，我的封后大典热热闹闹的开始筹备啦。我其实有点担心，我问楚萧，但是我很笨的人也可以当皇后吗？楚萧的神色是少有的认真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，阿青，这世界上聪明的人太多了，纯粹的人却很少。我听不懂，但感觉很是开心。我本来以为我走了，齐慎会和长乐好好过日子，可这天王嬷嬷急急赶来，告诉我，娘娘，齐慎陛下杀了长乐郡主。啊！王嬷嬷说，原来长乐一直骗了齐慎，在齐慎小时候救了他的人，并不是长乐郡主，而是我。我指着自己的鼻尖，瓦达西。王嬷嬷说，齐慎派人去查了，原来在我4岁那年，遇到绑匪追杀齐慎，眼看他就要被抓住，我故意发出声音，引绑匪追我，救了他的命。我并不是一出生就傻，而是那一次我为了引开绑匪，滚下山坡，磕了脑袋，至此痴傻，也失去了4岁前的记忆。长乐郡主躲在树后，目睹了这一幕，冒充我领了功劳，骗了齐慎10几年。齐慎大怒，下令将长乐郡主问斩。郡主崩溃大哭，为什么？齐慎哥哥，这么多年，你难道没有爱上我吗？你怎么忍心？齐慎不为所动，甚至继续审问他的侍女。侍女把郡主做过的错事全说了出来，自然也包括那一件事。陛下，其实那一次是郡主自己把手放在火烛上的，叶姑娘确实是被冤枉的，奴婢知错了。齐慎冷冷下令，全杀了。他闭上眼，做了一个决定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齐慎竟然违反了停战协议。他带领齐国全部兵力，硬生生攻到了楚国城下。我冲上城楼，看向他时，被惊得站在原地，几乎动不了。他漂亮的眉骨上沾了血，更显得那张脸有一种邪神般的俊美。他抬眼看我，眼中暗焰点燃，如被风烈烈吹动。阿青，之前是我认错了你，现在我来接你回家。我呆呆后退一步，身后响起楚萧的冷冷的声音，你要接我的皇后回家？这玩笑开得真够大。齐慎冷冷地笑了，楚萧，阿青并不喜欢你，你却这样将他困在身边，难道他会开心吗？楚萧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笑得很开心。阿青不喜欢我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我，好不好？齐慎也笑了，语气笃定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阿青自己选。楚萧冷哼一声，算是同意。齐慎看向我，语气中有某种理所当然。阿青，过来，我们走。我愣愣看着他的脸，哪怕沾染血污和尘埃，他的脸也依旧金贵好看。但是现在，我看着这张脸，却不会脸红，也不会心跳了。我摇摇头，慎哥哥，我不喜欢你，我喜欢楚萧，我不能和你走。齐慎一动不动，
如静止般。很快，他眼底划过一丝无奈，蹙眉开口：“阿青，你是生气我误会你吗？我已经知道，郡主的手不是你烧的，我已经杀了郡主，你别赌气了，好不好？”酸涩的委屈涌上我心口，我突然有点想哭。不是赌气，我刚来楚国的时候，宫里的人都在背后议论我，说我是狐狸精，是二手货，我听不懂，还和他们说谢谢，他们见了我都憋着笑。我天天提心吊胆，怕有人害我，让我从一个妖妃变成一具妖妃。我每天都在想，你一定很快就会来接我的，到时候呢，你就会说：“阿青，你辛苦了，你是个很好很用功的妖妃。笔记也记得很工整。走吧，我带你回家。我还给你配了登场音乐 ，so funny， 呀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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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呀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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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呀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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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。”齐慎呆呆看着我，但是你一直都没有来。再听到你的消息，是说你在10里长街铺上绣了金线的红绸缎，迎娶长乐郡主。大家都说这是全齐国最盛大的事。我躲在鸡窝里，抱着我的鸡哭，吉星高照，神武轰天，暴龙大将军的羽毛都没干过。说到这里，我哭得好伤心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很努力，为你做了很多，引开绑匪，割肉为你，帮你挡暗器，努力做妖妃，但你还是不喜欢我。我不聪明，想不出好的办法。齐慎一向冷静，此时的语气却很急切，像是要追回什么失去的东西。阿青，我现在喜欢你了，我带你回家，这次不同，我绝不负你。可是我已经不喜欢你了。我看向他，语气中带上了哀求。慎哥哥，你重新签下停战协议，然后就走吧，不要打仗了。就算你打赢了，楚萧死了，我也要陪他一起死的。他猛然抬头看我，我也遥遥看着他。慎哥哥，我们不要再见了。齐慎眼底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一寸寸崩塌。我看着他，你撤兵吧，求你了。齐慎看着我的脸，没有说话，一动不动，像是一尊雕像。他身后的士兵不知道国君怎么了，于是也一动不敢动。天地间只有风声。楚萧小心地用龙袍袖口给我擦泪。楚国的兵马已经集结完毕，如果齐国要打，楚萧也会奉陪。但是我还是希望齐慎能离开，不要打仗了。齐慎沉默了很久很久，他眼底竟似有泪，手指微微颤抖，几乎握不住缰绳。最后，他深深看我一眼，终于回马转身，撤兵离开了。他走得很慢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，有好几次，他竟然差点绊到身边将士的马腿。明明他身边有千军万马相随，背影却还是显得孤独而落寞。王嬷嬷有感而发：哎，这人啊，失去了龙隐黄泉可以再争，失去了万里江山可以再打，唯有这铮铮的真心不同。谁若是把他弄丢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喽。我也有感而发：我今天好像还没喂鸡。阿青，你喂鸡啊？喂朕干什么？陛下，我看妖妃都要这样喂国君吃葡萄的。问题不是喂葡萄，问题是你把甜的自己吃，坏的全喂朕嘴里了。干什么？你不满意？包满意的。我楚萧誓死捍卫叶青的妖妃事业。嘿嘿，守在门口的王嬷嬷和小翠也笑了。正是春日天光好。番外，齐慎。儿时我遭遇了一次绑架，我跑不过绑匪，准备闭上眼等死，但我没死。有一个小姑娘救了我，我只来得及回头匆匆一瞥，没看清她的容貌，但她从此成了我心底的白月光。7岁的我下定决心，以后要给她一世荣华，保她一世安乐。我没想到，我一直以来都认错了人，原来那个人是阿青，不是长乐。我很生气，长乐喜欢污蔑阿青用火烧他，好啊，那我就让长乐受火刑而死。然后我集结兵马，举全国之力奇袭楚国，一路厮杀，准备接阿青回家。阿青肯定不会生我的气的，他是那么喜欢我。当时他不愿代替长乐去楚国，丞相只说了一句话：叶姑娘，你去了，陛下会高兴。他便立刻启程出发了。他就像绕着人裤腿转的小猫，只要我愿意挥挥手，他肯定会回到我身边的。我拼命赶路，夜以继日。他看到我来接他，不知道会有多高兴。可是看到我，他却哭了。
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求你撤兵吧。他身边那个楚萧弯下腰，很温柔地为他擦泪。我愣愣看着，突然想起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是，我当上国君后论功行赏，阿青是第一。说来好笑，他女功、女德、诗书、琴艺均是倒数，唯独助我夺嫡这件事上，竟拿了第一。他背着我走出尸山血海，用命助我问鼎江山。我问他想要什么，封号封地、财宝金银都可以。他想了想，说：慎哥哥，最近总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，说我又笨又蠢。慎哥哥，你能不能去凶一凶他们？满朝文武都憋着笑。我脸色很黑，他把这么严肃的功劳和皇家威严看作儿戏吗？我冷冷开口，闭嘴。他立刻不说话了。今日论功行赏，他专门穿了粉底绣金花的襦裙，早早就来了，骄傲地坐在上首。现在他难堪地低下头，不敢看百官的脸，尴尬地憋着眼泪，像是做错事的孩子。就连鲜亮的襦裙都变得灰败。我的心痛了一下，想要不要下朝了哄哄他。我又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一个傻子而已，根本不会记仇。就像我捡到他那天，我把他当成夺嫡路上的一把刀，他却觉得我是天底下最好、最厉害、最帅气的人。第二件事是，后来他去楚国，我让属下打听他在楚国过得如何。属下去问楚国宫人，宫里有一个蠢笨美人，你可有她的消息？那位楚国宫人一脸迷惑，宫里没有蠢笨美人啊，楚王陛下把所有妃嫔都遣散了，只留下皇后娘娘。属下看了画像，发现皇后娘娘就是阿青。那位楚国宫人很是生气，你有几个脑袋，敢说我们皇后娘娘蠢笨？全楚国谁不知道皇后娘娘有大智慧？然后那个宫人举了一个例子，在宴会上，皇后娘娘和楚王聊天，皇后娘娘问：陛下，你最怕什么呀？楚王想了想，朕最怕的是生死明灭却心愿未了。阿青你呢？无功，那种很大的无功。宴席上有人窃笑，觉得皇后娘娘呆傻。皇后娘娘难堪地低下头去，像是做错事的孩子。楚王笑吟吟地牵起她的手说：阿青，你的意思是不必害怕无形之物，不必担忧缥缈未来，而只需要关心具体的实相。我们阿青真有大智慧。楚王扫了一眼窃笑的人，提高了声音：皇后聪慧机智，赏西域珠宝10箱，奇丸10箱，流光纱，及背布10匹，封地3城。皇后娘娘顿时昂起头，眼睛亮亮的，揉着发梢笑。她悄悄捅了捅楚王，原来我说的话是这意思啊，我一直以为我笨呢。对了，那个纱可好看了，我明天就让人做成裙子。众人也恍然大悟，明白了皇后娘娘看似简单的话语中，却蕴藏着世界的真理。宴席间顿时一片赞叹之声，原来这就是大智若愚。皇后娘娘不但容颜无双，而且还有大智慧。对，简单的话却蕴含深刻的道理。刚刚取笑皇后的人顿时臊得抬不起头，从此再也没有人说皇后娘娘蠢笨。如果有人这么说，必会被反驳。皇后娘娘是有大智慧的，你自己悟不出娘娘话中的真理，就要说娘娘蠢笨？我看你最蠢笨。是呀，要知道楚王陛下3岁作诗，7岁论策，是家喻户晓的天才。连楚王陛下这样的天才都说皇后娘娘聪慧，那还有假？2件事对比，显得我是那么差劲。那天阿青站在城楼上说他不喜欢我，但喜欢楚萧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这2件事。我在风里想了很久很久，然后听了阿青的话，策马回疆，撤兵离开了。10年过去，齐、楚2国和平共处，没有战火，一切都很平静。我的后宫一直是空的。之前有很多大臣让我选秀，我也照做了。只是选秀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原来聪明的人很多，但纯粹的人却很少，以至于一个都选不出来。这些年，我总会反复做一个梦，梦里我没有将阿青送去楚国。时值春日，我在批阅奏折，他笑嘻嘻地窜出来。我说：阿青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他说：我射手射脚混进来的。我说：是蹑手蹑脚。梦醒，有泪痕干在鬓角。
我抬起手，抚上虚空中的那张脸，挤出一个笑。阿青，你辛苦了，你是个很好很用功的妖妃。笔记也记得很工整。走吧，我带你回家。金玉殿堂，烛火昏黄，疑是死寂。没有人回答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